家好，我是陈伟霆，用声音传递航天温度，用朗读传播航天梦想。让我们一起在声波里感受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在故事中奏响航天强国建设的时代强音。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故事是神舟1号壮美启航。1997年，中国飞船有了神舟这一响亮的名字。舟就是船，神舟不仅寓意神奇的天河之舟，还象征着飞船的研制会得到神州大地万千中国人民的支持。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澳门回归和飞船首飞被中央提名为3件国家级大事。神舟1号的首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经过漫长的研制流程，在7月26日，飞船和火箭第一次见面。船舰在发射场展开了2个阶段的全面测试，一个是技术区测试，一个是总装和发射区加注。发射测试，为了确保试验成功，飞船要和火箭进行一次联合演练。就在这时，航天员系统中的一台仪器出现了问题，需要取出仪器检查才能解决问题。但这就意味着要将已经组装好的飞船进行拆解，如果期间出现损坏，整个任务就会被搁置。拆还是不拆，没人敢冒这个险。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其他设备测试的过程中，飞船系统又碰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定向陀螺遥测数据出现异常。可是拆解飞船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到底该怎么办？飞船总装实验分队队长张志礼总结了一份材料，叫《飞船开大底必备》，开大底风险及对策，其中指出拆开飞船大底的风险有50条，只要把握住这50条，拆开飞船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按照这套操作方案，飞船的大底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经过逐一的排查，原来是一颗螺丝钉划破了仪器的信号线，导致仪器断电故障。经过一系列小心再小心的修理后，飞船、火箭、发射塔、逃逸塔第2轮联合测试中一路绿灯，最终顺利完成。时间到了11月18日，这是神舟飞船预定发射的日子。正当发射场为发射飞船忙碌紧张时，大洋深处的远望1号突然遇到强烈的风暴，无法前进。这意味着远望1号无法按时抵达预定海域。与此同时，北京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11月18日，狮子座将出现流星雨，预警报告不宜发射航天器，因为一块硬币大小陨石的威力，就可能导致飞船破损报废。如要安全发射飞船，就必须要把发射时间延迟48小时。2天后的20日，天气不负众望地变得平稳，远望1号也如期到达了预定海域，发射场程序也稳步进入了倒计时。5、4、3、2、
2、1，点火。随着发射指挥员的命令，大地震颤，烈焰喷腾，长征2号 F 火箭托举着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神舟1号无人飞船冲上了云天。发射场上，人群飞腾，欢呼的声音盖住了火箭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青岛站完成双向捕获，飞船准确入轨。这一消息传来，北京和九船的2个指挥大厅里顿时欢腾起来，大家相互握手拥抱，许多老专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北京飞控中心的指挥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负责轨道控制的专家们含着泪对习振说：“我们成功了。”在大洋深处的远望号船上，掌声与欢呼声也伴随着阵阵波涛，在大西洋上久久回荡。第二天，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并不显眼的消息。北京时间11月20日6时30分，中国第一艘神舟号宇宙飞船在我国九船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并于21日凌晨在内蒙古重步着陆。如同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升起的蘑菇云一样，神舟1号的成功发射成为令全世界震惊的又一壮举。